Hello， 卡尔，你可以叫我 TA 就好了。然后你今天来当实习生嘛？我待会带你去我们的工厂去了解一下我们整个制程是怎么进行的。好啊。好，那我们走吧。走。卡尔，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回收厂，就是所有的玻璃回来之后都会先到这个暂存区，然后我们先做一个基本的处理。好，那这里就是我们一个处理完的玻璃的一个储存区。那它要处理成这样，真正的工序有哪些？其实它要经过我们的破碎、筛分，还有我们的磁选，还有涡电流选，然后它最后就可以变成最后的原料，可以从容再制。卡尔，这其实就是刚刚我们经过破碎的玻璃，经过去锐角的一个制程做出来的亮彩琉璃。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建材，可以运用到很多的地方去。而且我们之前在桃园机场也做过。啊，好像是哎，我上次去桃园机场有看到。对对对，所以就是用这个材料去做出来的。那这材料其实就是我们回收玻璃去锐角再制的，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会刮伤你的可能性，是一个非常好的建筑材料。怎么会想到这个做法？这是我父亲想出来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是绿色玻璃瓶的滞销，他就想说能不能把这废回收瓶变成建材，所以他是后来经过很多的研发才把它做出来的。其实我在国外读完书之后，我先去了台积电工作服务了一段时间，所以某种程度上呢，其实我是后来才进到这个春池玻璃。我记得你是念材料工业，对。那我不是这个科系的，我也可以学习这个东西吗？当然可以，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循环经济的时候，它其实需要很多的跨领域。当然，材料工程是其中一个，但是某种程度上，你可能也需要考量到，你可能有其他的专业可以帮忙，不管是商业，或者是化学，甚至可能是行销，都可以帮忙这循环经济的推动。卡尔，这里就是我们老师傅的吹制玻璃区。这里明显热很多哎。对，没错，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窑炉啊，这些窑炉啊，温度非常的高哦，大概是1400度左右，然后它是24小时不停的运转，所以它的热是一直累积下来。我们其实有分2道制程哦，一道制程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左手边这边有一个老师傅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纯手工的制程，另外一个是半自动的制程。所以这2个制程其实是不一样的，一边是做所谓的比较细致的艺术品，然后右边是做稍微比较量产量比较大的一个作品。卡尔，因为这种玻璃比较特殊哦，因为你看它的颜色啊，还有它的形状，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一定要用手工的技术去做，它没有办法用全自动的机台去做出这个样貌。那我刚刚看师傅好像都是爸爸级的年纪，对吗？对，其实我们在过去啊，大概在1960到1980年代啊，我们新竹这个地方的玻璃师傅呢，其实非常的厉害，我们占全世界的外销出口大概70%到80%。所以那时候就把这些技艺给留下来，某种程度上它有一个传承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培育很多年轻的师傅来做这个手工艺的玻璃。像刚毕业的学生，他想要来学习也是可以的。如果年轻的师傅来，我们会先到另外一个点去让我们做一些基础的训练，训练完之后才能到这个工厂去做这个制作。卡尔，那这边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制程，那这个制程是半自动的制程，那它有2种。第一种是所谓的压铸成型，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有一个压力会把它压下来，所以它可以压成杯子或者盘子这种东西。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半自动的制程是吹制，它就是用气体去把那个瓶子的形状吹出来。所以我这边刚好有一个样品给你看，这样品就是金门酒厂的一个黑金龙的酒，那它上面就有这个龙的雕刻，这里就一定要用这边去吹制，然后把它整个吹起来的一个制程。那我们现在玻璃做好之后呢，要经过最后一个制程，就是退火。所以我们这个师傅要把它拿进去。哎，师傅，等等。退火就是我们要把玻璃呢，其实经过一个高温呢，去慢慢的降温。它没有办法直接从1000多度直接就在室温冷却，所以它要经过这个大概是800、900度。你可以看到里面非常的热。真的。对，很高的温度。然后经过慢慢的降温，你看这整个环境呢，相对来说其实非常热，也相对来说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你会看到年轻人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创了一个新的空间，叫做春室，让很多的年轻人都可以过去，然后去了解说我们吹制玻璃要怎么形成，然后他也可以在那边当学徒，然后慢慢的累积，未来变成真正厉害的师傅。这也是我们很想做的一个传承。
这里就是我们的春市，然后这个春市其实是我们循环经济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域，因为我们希望让循环经济走入生活当中。这个场域呢，其实是我们春市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我们的师傅在去做一个吹制玻璃的动作。我们可以试看看吗？可以啊，我们一起进来，那我们就进来吧。然后我来带你看一个这个非常具循环经济代表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的节能砖。然后我们这节能砖非常的厉害哦，就是它在高温烧制的时候，其实被温不会有任何的感受。你想要试试看吗？完全没有感觉，对不对？那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有很多的空气层在里面，所以它的热没有办法经过这个板材透过去，所以它是非常好的防火材料。这个材料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特性哦，它是可以隔音。我现在就示范给你看看，声音很大，对不对？我现在盖上去，真的没有。对对对。可是 T 爷，这个跟循环经济有什么关系？它其实现在你比较看不出来，但是它的原料其实是我们的手机面板，还有比如说像你的 iPhone、iPad 那种屏幕的玻璃，然后经过破碎、粉碎之后，我们再做成这块建材。如果我要溶解它，就要把窑炉加到很高的温度。那加到很高的温度，就变成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是你窑炉的技术要很好，成本也会比较高。很多人会误会循环经济就是回收，但其实循环经济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再创造价值这件事情。循环设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如果你未来有兴趣啊，或者是想要做，其实记得循环经济的逻辑就是用循环设计或者用设计的手法去驱动整个循环，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其实也非常欢迎你进来这个产业。我觉得今天听起来真的收获很多，但是这样子一整天下来也很有挑战哎。对，没错没错，它的挑战其实有分很多个面向，就是我们可能在师傅那一端有技术的困难，我们在材料那一端有一些研发的困难，在通路端我们也需要一些行销的一些知识。所以整体而言呢，其实我们非常希望所有的关于对循环经济或循环设计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一起来我们这个产业来帮助很多的人，甚至是不一定要在玻璃产业，你也可以在其他的领域做循环经济这件事情。